男人花光所有积蓄，只为买下一具律师函，只因他知道这是游戏的彩蛋之一。老人在临死前成为了灵气宗师，如果用它来召唤，说不定可以得到传说级死灵。男人本是一名退伍的特种兵，但由于厌倦城市枯燥无味的生活，一款名为 Pekata 的游戏便成为他的唯一支柱。于是他连续玩了好几个月，在马上通关时却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那个人对男人的动作了如指掌，吓得他连忙关掉游戏。当他再次睁眼，却成为游戏的人物安德里亚斯·克伦威尔，一个来自没落家庭的孤儿，学院里最差的三流学生，一生都被死亡阴影所笼罩的人物。然而所有的角色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消灭魔物以及禁忌魔法师。他们发现卡戎是亡灵法师的真实身份，随后便将其绞杀，而我身为他收养的门徒也不例外。在故事开始前，我要逃离卡戎的掌控以及主角团的视线。画面一转来到罗德伦学院，帝国最负盛名培养人才的学院，那些被认为有前途的人都会来这里学习，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正是亡灵法师卡戎的藏身之处。今天的男人对这个地方显得有点格外陌生，此刻他连上周的律师函都不知道放在何处，这让卡戎心生疑虑，但来不及多想，现在还要进行试验。随后便安排男人继续刻画法阵，因为他们试验需要法阵的加持。伴随着卡戎默念法咒，紧接着出现一道蓝光，尸体也漂浮到空中，片刻之后却没有任何反应。该死的，又失败了，看来今天也没学到什么。而接下来就是我清理的工作了，虽然我这样做很危险，但我似乎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唯一的好处便是能读到黑魔法相关书籍。当我完成任务前往请教问题，但他却没有回答，反而是自责我的动作太慢。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一个没用的废人，如果我没有了任何作用，那么下一个实验对象便是我。尽管我每天都完成所有工作，但却从来没有一点报酬。当我从房间出来，众人也是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是一个还没有觉醒天赋的人，按理来说应该要被学院除名。正因如此，我才以卡戎助理的身份留下。但我真的能把游戏通关吗？然而此刻我别无选择，只能在故事开始之前变得更强大。而接下来就是安德里亚斯获得2个特质属性的时间，这2个特质使我能够同时使用魔法和剑术。剑术的灵气是固定的，而魔法的特质给我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他学习了死灵法术，所以我只能选和死灵法师搭配的属性。紧接着我打开属性面板，游戏中出现的属性都在这里。我对这个游戏的内容了如指掌，一个游戏中没有的属性吸引我，那就是进化，可以使生物不断进化的功能。如果我召唤的亡灵能不断进化，那么我不用找很高等级的召唤物，倒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就是他了。然而除了卡戎，还有无数的角色可以杀死我，在这个地下室也不例外。经过昨天的观察，我确认了这里关押的是一个吸血鬼，而在这个游戏中，吸血鬼不受阳光直射的影响，并且能够使用非常强大的魔法。他不是那种卡戎能轻易抓住的人，因为他可能相当于游戏中期的 BOSS。就在我研究死灵魔法之际，他却过来与我对话，因为他发现了我这几天对卡戎的谨慎，而我已经有段时间不像安德里亚斯了，所以正因为如此，他觉得我会将其放走，并表示他不会将我杀死。但像他这样的高等生物会对人类守信吗？如果我现在背叛卡戎，事情会变得很麻烦，还是先研究一些关于吸血鬼的知识再做打算。而接下来男人需要完成卡戎交代的任务，前往国家墓地带回一具律师函。这个28寸的行李箱正是搬运工具，这里是黑法师聚集尸体的地方，但进去之前需要与守卫对暗号。幸好我还有一丝模糊的记忆，不然搬运的将会是我自己。眼前的老头正是将尸体贩卖给黑魔法师，而我此次需要购买的正是骑士的尸体。紧接着我便将2.8米的大高个装进28寸行李箱中。正当男人要离开之时，另一座墓碑的名字吸引了他，因为墓碑上的名字好像在哪里见过。等等，这不是游戏中灵气宗师聂的坟墓吗？一个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剑道，即使成为剑道宗师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当他死去也是游戏的彩蛋之一，但在游戏中没有人知道在最后时刻成为灵气宗师。如果我用这具身体造一个死亡骑士，但问题是连卡戎也无法召唤的高级死灵，男人真的可以召唤吗？不过现在我有了进化特质，是否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具身体的潜力非常大，我不能错过。紧接着我便叫住了派蒙，并表示旁边的尸体是否可以卖给我，但他表示没有卡戎的允许不可以带走。我思考片刻，于是我便把身上最值钱的戒指与其交换。当他看到上面贵族的徽章，顿时吓一跳，紧接着他便直接收下，因为尽管这是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戒指，他仍然是不可抗拒的。看着眼前的聂大师，希望他能给我带来惊喜吧。从昨天获得技能，我终于看到未来的一丝希望了。此刻男人需要尽快练习死灵魔法，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而男人是否可以成功将其召唤？男人从墓地回来，卡戎就催促他赶紧干活。尽管男人很生气，但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却让他做得越好。看来安德里亚斯没少吃他的毒打，我得赶紧将事情做完，准备尝试我第一次召唤。但以我目前的技术水平，我目前最多能处理一具普通的骷髅。我真的能使用聂的身体召唤吗？也许有可能进化出具有特征的东西，但我不确定，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并且我此刻身无分文，想买一具普通尸体练习的机会都没有。与此同时，吸血鬼打断了男人，当他回头看去，发现吸血鬼还没休息，而他表示只要把他放了，
就不会将男人杀掉，并不断以卡戎的矛盾挑拨男人。难道你要一辈子当他的狗吗？闻此，我直接走到他面前，因为我一直在等他开口。见此，吸血鬼也是露出了一丝喜悦。我一直好奇卡戎是怎么将其捆住，直到我在一本关于吸血鬼的书找到答案。看着我不为所动，吸血鬼看出此刻我还在犹豫，紧接着他便转身表示，如果我再不做决定，就是把他放了也要将我杀掉。果然是一个高傲的种族。随后男人表示，我会放你走，因为他再也不能忍受跟在卡戎的屁股后面。闻此，吸血鬼也是一愣，于是他连忙上前要求我解开束缚。紧接着我表示，除非你以家族的名义起誓不会杀了我，否则我是不会解开的。而吸血鬼也是感到非常震惊，他是怎么知道吸血鬼的契约？从他的反应来看，那本书的内容看来是真实的。当一个吸血鬼以他们家族的名义发誓时，他们被禁止违背他们所做的承诺，否则他们的生命就会被规则收割。然而这么高傲的吸血鬼会发誓吗？但他犹豫片刻，紧接着他便起誓，我以路西法之名发誓，我不会将你杀死。誓言这么简单的吗？不需要做什么仪式吗？与此同时，我的属性检测到可以进化的对象安吉拉·路西法，进化概率 55%。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提示，男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进化概率又是什么？他仅仅只是发一个誓言，紧接着我便查看说明，积累足够经验的目标可以从低级进化到高级，可以对所有非敌对目标使用。看来除了我的召唤，我还能对其他实体使用进化，刚好可以测试一下我的技能，即使他死掉，卡戎也不会察觉。那么确定进化吧。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能量将吸血鬼包裹，此刻他只感觉头痛欲裂，然而我也不清楚会有这么大反应。眼前的吸血鬼面目狰狞，随后强大的能量快使其窒息，下一秒却直接倒地口吐白沫，我也顿时被吓到，看起来像晕死过去了。该死的，也不知道技能有没有成功，但不管如何，我又学到了一件关于这种特质的事。既然我可以净化不是自己召唤的实体，那么我召唤的肯定也能净化。紧接着男人在地上画好召唤符文，尝试他的第一次召唤。只见男人默念着死灵咒语，身体的法力全部汇聚于胸前。紧接着男人的死灵特质被动激活，由于聂大师的属性问题，所以召唤的亡灵将自带额外效果。随后尸体漂浮在空中，但男人显得有点格外吃力，召唤所需要的法力快将男人抽干。下一秒尸体的皮肉渐渐褪去，只剩下一副骨架。就在这时，骷髅突然站起来了，而男人也是被吓一跳，看来是召唤成功了，并且基础死灵法术也得到了升级。原来召唤的死灵与尸体生前的实力有关，由于聂大师在去世前成为光环大师，所以这具骷髅士兵的等级非常高，还带了过去的自我意识以及见到的领悟，而一般要达到巅峰或熟练程度的终极阶段的状态才会有所感悟。没想到一具骷髅士兵拥有它，真是不可思议。紧接着我便问道，你生前是不是见到大师？而他却举手示意，那么你会不会听我的命令？看着他的动作，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画面一转，此刻男人看着眼前的日期，离卡戎被处决还有1年的时间，看来还要加快进度才行。而此刻我也终于了解到了一些关于这个该死的特质的方法，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进展。在此之前应该给骷髅打扮一下，要给他弄一套衣服才行，被人看见可就糟了。当他穿上衣服看起来跟正常人差不多，然而他却在不断挥舞双手，这就是所谓的极致努力嘛。就算是死后也不会忘记练习，但不管如何，反正这是对我有好处，那么我是否可以让他教我？而聂大师会不会同意呢？聂大师听到我的请求便停下了动作，紧接着便找来一个木棍，并且不断帮我摆正姿态。而此刻我的身体正在不断滋滋作响。安德里亚斯的身体素质居然这么差，没想到骷髅士兵还教得挺像样，跟一位老师差不多。如果我学会了，将来我就能使用灵气，因为我有双重核心特质，我可以在灵气和法力之间切换，并且没有限制。然而一般人只能选择一个修行，因为他们无法同时调动法力与丹田上的灵气。我将能走上一条神奇的魔法与剑客道路。也正因这个特质的问题，前期成长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但如果我能安全度过最初阶段，那么我将会比任何人都要强大。与此同时，骷髅兵对着我的手臂狠狠掐一下，而男人也是被突然吓一跳。紧接着聂骷髅提示专注焦点，没想到他这么严格的吗？好歹我曾是特种兵的一员，所以体能训练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看来我要给这具身体来一个魔鬼训练课。画面一转，经过一下午的训练，此刻已经到了傍晚。今天学院的课又没去上，但是跟着聂训练，不知道亡灵魔法等级提高了多少。紧接着男人便打开属性面板，累计训练了5小时左右，看来进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一些。初级死灵魔法晋级的时间比较慢，然而仔细想想，卡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了，看来他没发现吸血鬼的变化，因为进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在此期间尽量不要出什么差错。而男人也是被旁边的声音突然吓到，只见聂骷髅还在不断练习。虽然我知道你是骷髅不会感觉到累，但是能不能消停一会？如果我也有恢复魔药，那么我也可以一边练习一边恢复体力。可魔药非常昂贵，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要是我能制作它们，我可能会花费更少的成本，但这并不像在游戏中那么容易。尽管我知道魔药必要的材料，却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以及火候的掌控，看来只能去学院上课补充一些知识。画面一转，男人推开教室大门，见此同学也是感到不可思议，并且不断吐槽男人这些该死的家伙却没有丝毫避讳，而我只能强压怒火，
在此之前还是仙人忍。与此同时，一个妹子引起男人的注意，看来她也是角色之一。紧接着沃邦教授便开始讲有关于中草药知识，到目前为止内容和事件都没有偏离游戏，而我对他讲的内容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接下来他讲的制作物理强化药水的方法却与我知道的不同，老师所说的3种材料完全是另一份药，并且还是很多副作用的药剂。讲座的内容和游戏知识居然不匹配。紧接着男人举手示意，为什么不添加红景天提取物和马塔拉塔根皮？闻此老师却不为所以，并且还嘲讽男人，你这是要做炖鸡汤吗？但我刚才说的是制作物理强化药剂的所有必要成分，这些人怎么都是这个反应？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啊，也许这个配方还没有被发现。而男人这番话却引起了短发妹子的注意，因为他也在研究关于这方面的魔药。画面一转，课程也到此结束。我想我以后都不用再来了，因为我的知识比我刚才学的要好得多。紧接着男人便来到学院的研究室，经过男人的不断尝试还是失败了。该死的，尽管我知道配方，但我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可靠的方法来制作它们，而且材料的花费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这让我本不富裕的口袋雪上加霜。要是有人帮助就好了，但是没有人会帮助像安德里亚斯这样的垃圾。紧接着房间门缓缓打开，是短发妹子，看来她猜得不错，男人果然在这里。而这突如其来的妹子让男人直接吓一跳，该死的，为什么一个角色会跑来这里？此人正是游戏中唯一一个在炼药方面有着惊人天赋的角色露西亚埃弗拉斯特。按照故事线，他不应该接近安德里亚斯，那么我只能不理会他，让他自己识趣的离开。但随后他便吐槽道，空气中弥漫着失败的气息啊。紧接着便问我是不是在炼药，但我没有回答，而是继续做我的事情。见我没有理会，他对我表示怀疑，你真的很凶狠吗？我觉得你刚才提的建议不错，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种更高级的魔药。闻此男人也是一惊，并表示要和男人一起学习。而游戏剧情是否就此发生改变，我有必要拒绝吗？紧接着男人便表示他需要什么，而露西亚说道只是想要一个研究搭档，仅此而已。他表示男人可能拥有某种天赋，可以创造出一些神奇的东西，也许可能创造出这个世界还不存在的魔药，这就是未来的炼药宗师吗？露西亚精通魔药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因为如果他找不到治愈他疾病的方法，那么他最终会因此而死，即使是著名的医生与药剂师都无法治愈他，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研究。这种严重的疾病是由体质本身造成的，这也是游戏的设定，但如果不是像我这样经常玩这个游戏的人，根本就找不到解药的配方。尽管如此，我也不知道确切的比例，但对于像他这么聪明的人来说，与他合作显得非常麻烦。让他发现我的真实身份那就糟了。看起来他是听到了我在课堂上说的话，因此才找到我。如果我一不小心和他纠缠不清，对后面的剧情越是不利，说不定还会加快进度。紧接着我便表示对当他的搭档不感兴趣，他也感到很遗憾。与此同时，他询问起了男人在课堂的药剂有没有补充，想从他这里套出完整的材料。果然是一个狡猾的女人。随后我便示意他可以离开，而露西亚表示给我一点时间考虑，看来我以后要注意言行。画面一转，此刻男人与聂骷髅正在训练，但男人还在为钱的问题困扰。此刻他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赚钱，下一秒聂骷髅的棍直接朝男人挥去，而男人也被突然吓一跳。看来他看出我在分心，还是先认真练习，等下再慢慢考虑。随后男人也收到了妹妹寄来的信件，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向我妹妹借钱，因为她写了那封信说她想见见我，并且原剧情安德里亚斯确实有这段剧情。该死的，这种行为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紧接着男人便前往妹妹工作的地方，与此同时一个长发妹子注意到了男人迪埃娜·阿尔文，此刻男人也发现了她，又一个在学院里可以轻易杀死我的角色。虽然小时候他们相处得很好，但因为克伦威尔家族的原因，他们最终分开了，并且安德里亚斯对他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他可能会因为我和他说话而杀了我，要尽量远离他。画面一转，此刻男人来到妹妹工作的地方罗德伦城，幸好我对此还有一些记忆，否则就要迷路了。紧接着男人便关心起了艾米，面对男人的态度，妹妹感到不可思议，这可不像安德里亚斯的作风。对妹妹要钱的事，此刻我也无从开口，而妹妹也是猜到我此次来的目的，因为她已经把钱准备好了。当我伸手接过钱的时候，妹妹注意到我手上的戒指不见了，紧接着她问到我的戒指放哪去了。闻此我连忙解释怕弄丢放家里，但妹妹知道安德里亚斯的性格，你是把它卖了是吗？艾米此刻非常生气，连说话都在颤抖。与此同时我也低下头道歉。紧接着妹妹站起来表示对我很失望，于是转身哭着离开。那个戒指对她来说很重要，并且她如此伤心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很生气。还有这心痛的感觉是什么？该死的，我得尽快把戒指拿回来。在退出部队的时候，一个人生活了很长时间，那时候我没有一个亲人，唯一的陪伴便是游戏，所以我一定要保护好妹妹，我要用我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那么目前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与露西亚合作，而接下来我要做出行动上改变，加快魔药的研究。虽然有时候露西亚经常偷懒，但是有她帮助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快。可为什么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但她确实是一个炼药天才，她的直觉非常准确，有时她甚至能直击问题的核心。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钱，但一起工作真的是最好的方法。与此同时，男人在不断尝试，经过无数次失败之后，这一次他成功了。当一滴混合药剂滴入原料，试剂里面的溶液也发生化学反应。下一秒提示男人，
成功制造了一种物理强化药水。男人也是激动的直接起身，没想到成功了，虽然有点很突然，但药水实验也到此结束。紧接着一个属性面板提示，成功获得天赋药水制作，条件已经满足，进化概率 32%。 而我也是感到很疑惑，那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条件满足，我基本上可以进化任何东西？ 32% 比我进化吸血鬼的概率还要低，但尽管如此，终极药剂基本上没有副作用。紧接着露西亚表示可以向药剂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请了。那么接下来的事就由露西亚小姐解决。另一边，此刻的安吉拉还在迷糊状态，而进化时间还剩余14天，她只感觉到整个身体像是在燃烧，疼痛感蔓延全身，但除了这些，她感觉身体还有其他的变化。画面一转，接下来就是学院期中考试的时间。在火车上，男人也不忘抓紧时间复习。想想最近还是发生了许多改变。药剂注册交给露西亚，相信她能解决。经过这几天的训练，我的剑术和魔法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通过期中测试，不然就要被学院除名了。而接下来也要找个时间看看吸血鬼，到时候他的进化应该也结束，还要给他编一个借口才行，毕竟让他昏迷了这么久。与此同时，众人也是在讨论会和谁一起组队，因为所有的队友都是学院随机分配，并表示要是谁和男人一个队伍，那就是学院垫底了。这些可恶的家伙！画面一转，此刻众人来到车站，而接下来就是分配小组成员，每组由3名战士系、1名魔法系和1名指导员组成，需要在1周时间完成委托任务。片刻之后，当男人看着成员名单，顿时愣住。该死的，在学院里除了我和卡戎，还有无数恶徒，而我这个小组里就有2个，一个是与异教狂热者战斗的玩家哈扎尔加普里，另一个则是学院里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犯薇薇安贝尔坎。为什么会和这2个怪物组队？连我的运气都跟这个垃圾角色一样倒霉吗？紧接着另一名战士也随之出现，但是他非常没有礼貌，刚见面就开始嘲讽男人，明明是一个魔法师，但却训练得像个战士，让他感到非常恶心。与此同时，狂热者也到，还有疯子薇薇安，这群人中甚至还有一个像暴徒一样的骑士，难道我锻炼身体有错吗？指导员也随之出现，该死的又是一个不正常的家伙，这一定是游戏史上最烂的组合，几个人加起来凑不够一个正常大脑，而我又将如何面对？与此同时，众人踏上了前往任务的路上，眼前这个嚣张的家伙正是小组队长艾薇·克莱尔，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最年轻的灵气大师。关于他的性格没有任何信息，虽然他的技术是不错，但恐怕他的个性会使事情变得困难。紧接着他便把任务拿给众人查看，调查伯洛里克南绝岭地内的一个村庄，传闻瑞姆村的村长被谋杀，2周前派的一名调查员，但他也失踪了，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前往调查真相。与此同时，他也吐槽男人，称他为海藻头，并表示男人明明是一个法师，却强壮的像一个战士，而我也会对倒，总比一路上吃牛肉干的人强，真是一个硬气的家伙。画面一转，小队来到伯爵领地，看这城堡的规模，对一个男爵来说，他的地位应该很高，眼前的正是伯洛里克男爵。随后他便向小队说明了情况，瑞姆村的村长是他的侄子，以及他没有其他家人的信息。就在这时，管家打断了众人，紧接着对伯爵说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而我在远处盯着，察觉这2人的情况不对劲。随后伯爵打量着众人，便以身体不舒服先行离开，留下管家安排接下来的事情。而艾薇则表示任务紧急，就不打算停留，于是便起身离开。当我们离开之时，我特意留意管家，发现他的眼神不对劲。画面一转，小队来到城外，紧接着艾薇队长询问我为什么要小队离开城堡，需要我给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分析道，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可疑，尽管他的侄子失踪了，但他却表现得非常镇定，并且他身上还散发出一股恶臭，尤其是关于失踪调查员失去联系的那部分，这听起来像一个编造的故事。而且奇怪的是，我们派遣的调查员过去了1个月了，并没有传回什么信息。最可疑的是管家的态度，并且一直在强调我们天黑可能到达不了村庄，要求我们先住在城堡。当我们拒绝之后，他看起来好像计划失败的样子，并且2人表现得非常焦虑，动作以及呼吸都显得不是那么自然，很明显他们在撒谎或者在隐藏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艾米对此表示很满意。紧接着小队便前往瑞姆村，当马车接近村庄，就在这时，我的胸口隐约感觉不对劲，身体的法力变得躁动起来，并且越往前反应就越强烈。村子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下一秒，马车突然发出剧烈震动，并且速度不断加快。当他们朝外面看去，发现马夫在不断鞭策着马，速度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众人也察觉到马夫情况不大对劲，紧接着队长便示意所有人准备跳车，随后一脚便把车门踢开，但为时已晚。该死的！紧接着马车径直撞向广场的喷泉，而车夫也失去了意识。片刻之后，我们便从车里爬出来。当我们看向村民，他们的情况却十分诡异，难道是在跳舞吗？但这明显不是广场舞，更像一种魔教仪式。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向我询问情况，因为我是队伍唯一的法师，而我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不仅仅是法力异常，连我体内的隐藏法力都起反应。该死的，这是魔法禁术，死灵魔法！一个小孩扑了上来，犹如行尸一般，但下一秒就被薇薇安将其放倒。他发现这个小孩的力气非常大，并不像一个5、6、7岁的孩子该有的力气。于是哈扎尔上前查看，
发现他的双脚都是血渍，估计他至少跳了一整天，把脚上的皮肉都磨烂了。看来是中了某种诅咒，难道我们的任务与诅咒有关联吗？但村长已经死去1个月了。克里斯托弗表示，如果他们从那以后一直在跳舞，那么他们早就应该死于疲劳。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应该是有人控制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重大案件，但我仔细想了想，安德里亚斯并没有死在游戏里，难道这是隐藏剧情吗？还有那可疑的管家，如果我们听从管家的建议在城堡里休息，那么伯爵一定会派人把村子收拾干净。但自从我们立即来到村子，情况就变了。该死的！我想我们应该是掉进敌人的陷阱里，并且我感觉到这里散发的法力和卡戎的差不多，但能够如此大规模使用它似乎不合理。难道这个黑魔法师有神器加持？但我们知道的信息太少，而接下来我们将要收集足够多的信息。画面一转，众人来到村长家里，但别墅门口却有几具尸体在燃烧，显得十分诡异。紧接着艾薇队长便一脚把房门踢开，小队也做好警戒状态，但里面什么活物也没有，并且地上躺着很多尸体，从他们的死前的状态来看，应该是精疲力竭而死，并且没有腐化，感觉是被什么东西吸干精气。与此同时也发现了身穿帝国服饰的人，他应该就是1个月前帝国调查局派来的调查员，从死亡时间推断至少1个月了。紧接着我表示，估计我们小队无法解决这个任务，因为从种种迹象推断都有黑魔法师的杰作，他们擅长利用人们的负面情绪转化为黑魔法的来源，毕竟黑魔法的驱动力是人类的情感，按现在的推断，村长应该阻碍了他们的行动，因此被杀害。紧接着克里斯托弗表示，门口燃烧的尸体也是黑魔法的一部分吗？我想应该是的。那么接下来先收集更多的线索，随后小队分别搜索各个房间，每一处都没有放过，但目前为止还是一无所获，连村长的尸体都没找到。与此同时，薇薇安注意到外面的动静，当众人看去，所有的村民都在往别墅汇集，估计是黑魔法师行动了。他等我们进入房间之后，好将我们一网打尽。看来我们的行动都在他的意料之中，现在只能先暂停任务。紧接着队长下令先全部撤离，随后便安排哈扎尔寻找一条逃跑路线，他便往楼梯的方向跑去，但他突然停下了脚步，下一秒村民直接涌入，如同丧尸一般。该死的，他们已经把我们包围了。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便冲上前，用身体抵挡住了进攻。紧接着他拔出长剑挥去，并叫哈扎尔回去保护好法师，但村民没有一丝后退。随后他也察觉到危险来临，可为时已晚。下一秒，几个村民的身体突然炸开，克里斯托弗被炸飞数米远，并且失去了意识，一抹鲜血打在我脸上。与此同时，我感觉到我的心跳，眼前的一幕让我想起了我最后的战役。紧接着我的身体直接跪倒，慢慢失去了视线。艾薇队长也察觉到不对劲，与此同时他把我扛起，叫薇薇安在窗户打开一条通道，众人一跃而下，逃离了村民的包围。该死！小队5人此刻已经有2人失去意识。当我渐渐清醒，发现村民如同丧尸一般对我们狂追不舍。紧接着男人释放魔法油脂，村民纷纷摔倒，随即便再释放一道火焰。此刻队长也感觉到我已然清醒，询问到我是否可以通过法力寻找到幕后黑手，毕竟他在大张旗鼓的调动法力，竟然这样他的位置已经暴露了。我随即发动魔法探查，顺着村民身上的魔力流动，大量的魔力是从村里的房间流出，搜索的范围不断扩大。一刹那我便确定了他所在的位置，找到你了。位于9点钟方向大约100米的房间里，紧接着艾薇队长一个加速赶往所在地点，如果让他跑了线索就断了，但他速度太快，小队2人跟不上步伐，仅只是一瞬间就看不到他的踪影。转眼间2人来到所在地点，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黑魔法师尽收眼底，这让他很是疑惑，没想到他们能找到这里。与此同时，艾薇队长一脚把房门踢开，随后他上前探查，这里有明显的活动痕迹，看来是来对地方了。就在这时，一道魔法屏障却将他们分隔，2人顿感不妙，该死的，这是一个陷阱。紧接着艾薇听到熟悉的声音，当他回头看去，既然是自己的妹妹，该死的！而我也是在外面尝试将屏障破除，但他的魔力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可恶！与此同时，一道声音袭来，你看你的样子多么可怜。闻此，男人也是一惊，声音不断在男人耳边徘徊，并且还带有迷惑人心的效果。当男人抬头看去，此刻法阵已经覆盖了整个村庄。该死的，他怎么可以调动这么多法力？声音再次响起，世间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以懒惰的名义跪下。当男人听到懒惰的名字，感到尤为震惊。为什么这个名字现在出现？这个游戏的名字为 Peccata， 从懒惰开始，七宗罪就从主体天启法典中分离出来，集齐七宗罪的道具就可以召唤出最后一个 BOSS。这些应该都是最重要的主线故事，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小乡村？与此同时，村民已经围攻上来。就在这一瞬间，男人顺身而起，借助他们的身体跳离包围圈。面对现在的局面，男人一个人肯定是应付不过来，看来要与其他人汇合才行。随后，男人一个滑铲突出村民的重重包围。另一边，此刻空中飞舞着很多律师函，只见薇薇安犹如疯魔一般，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剑。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玩切西瓜。而哈扎尔在远处观望，不为所动。当我赶到时，只见薇薇安在不断切西瓜，遍地都是律师函。这时哈扎尔也表现得紧张起来，并表示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的情况。但我知道他在撒谎，狂热分子的话果然不能相信，并且还对救自己受伤的队友不管不顾。我不能说我一定会助人为乐，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紧接着我与他说明了情况，这是一个圈套，艾薇队长现在被困在陷阱里了。闻此他也紧张起来。与此同时，那道声音再次响起，就连哈扎尔也顿时一惊，看来黑魔法师就要出现了，他可能就躲藏在艾薇队长附近。于是哈扎尔便以队长危险为理由转身离开，并表示这里先交给我。但我心里清楚，因为他这个谎言也太明显了，这样也总比直接背叛好。当我再次看向薇薇安，她还在疯狂切西瓜，看来黑魔法把她逼疯了。该死的，如果我走错一步就会被拖下水。就在这时，两个村民从背后袭去，见此我也是一惊，他无法躲避这个攻击，但他已然超出了我的认知。画面一转，手中的剑径直洞穿村民，他不仅躲开了攻击，并且还将其反杀。可惜了，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与此同时，黑魔法师也随之出现，并表示连唯一没有受伤的人也逃走了。你怎么这么可怜？但我从来没有指望过他。他看我面对这样的情况还能保持冷静，这让他很惊讶，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紧接着他表示要给我一个奖励，一刹那我感觉掉进了万丈深渊，这下糟了。当我再次看去，发现已经身处幻境之中，该死的！紧接着我感觉失去了意识，与此同时我的手在慢慢消散，连身体都在消失。难道我要死在这里了吗？转眼间我再次出现在战场，难道刚才的是梦？就在这时，旁边炮火声不断，于是男人拿起气枪就跑。此刻他只感觉头痛欲裂，但下一秒他却停下了脚步。当他看向远处的烟火，一个人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并且还在呼喊男人的名字。原来是男人战友寿平。紧接着男人快步冲上前，该死的！男人不断呼喊他的名字，试图让他保持清醒，但此刻他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安德里亚斯也随之出现，因为他父亲也有一样的遭遇。这个角色和男人有着相同的经历，此刻他们都感受到深深的绝望。该死的！并且父亲把象征克伦威尔的家族戒指传给了他，拥有它你便是克伦威尔的家主。安德里亚斯和妹妹从小就成为妻儿，并表示他一定要和妹妹开心的活下去，随后便消失在男人面前。与此同时，外面的面具男察觉不对劲，当他发现已经为时已晚，下一秒一只手打破了他的诅咒魔法，随后幻境便直接破碎。你这该死的家伙！面具男也是顿时一惊，没想到男人可以打破他的懒惰诅咒，而此刻的男人非常生气，恨不得马上手刃了他。紧接着属性面板提示，人物京城与安德里亚斯·克伦威尔完成100%同步，并且男人还获得了现实的战斗天赋。而面具男所谓的懒惰诅咒只不过是一个游戏，只是引诱幻境之人的心灵创伤，或者我应该说施法者的能力太弱。闻此他也是勃然大怒，于是发动黑色长矛，但我只是一个侧身便躲过攻击，因为我可是接受过特种兵训练的人，这点程度的攻击对我来说就是挠痒痒。而面具男也是不可置信，紧接着再次发起攻击，此刻我只能不断躲闪，得找一个近身的机会，因为我已经察觉到他的魔法还不太稳定，但我不能在这里都用死灵魔法，需要找一个没人看得见的地方才行。随后我跑到一个小巷子内，这时面具男对我的身份也表示怀疑，而接下来到我反击的时候了，我随即发动死灵魔法骷髅召唤，检测到附近有23具实体，但此刻只能召唤9具骷髅。转眼间一具具骷髅爬地而起，面具男见此顿时愣住，没想到我既然是一个死灵法师。紧接着他表示，难道是教众已经知道他们做的事情？闻此我也是感到不对劲，他说的教众难道是黑魔法师汇集了吗？看来他误解我的身份了，正好可以用他对其审判。我随即表示，我被委托以教会的名义收回那懒惰残叶，但他对我召唤的骷髅兵并不畏惧，随后再次发起攻击，而我的骷髅兵也向他袭去，他的攻击竟然直接将骷髅击碎，仅仅只是一刹那便把我的骷髅兵全部消灭，并且攻击径直向我袭来。于是我马上施展魔法大地之盾，但他并没有打算给我喘息的机会，而我趁着墙体偷偷召唤孽骷髅，此刻他也凝聚好了魔法长矛，只见孽骷髅手持长剑，下一秒便将墙体破开，就连他的攻击也被直接粉碎。见此，面具男也是顿时一惊，没想到一具骷髅竟然能破开他的攻击。就在这时，他直接拿出类似魔方的东西，见此我顿感不妙。与此同时，一只巨大的手掌把孽骷髅击退，魔法随即幻化成一本书籍，看来这就是懒惰的残叶。有了神器的加持，他的魔法得到很大的提升，一只黑色手掌拔地而起，局势被瞬间逆转。此刻我仍然处于下风，该死的，现在我只能不断躲避攻击，还是需要近身才能将其击杀，而我的速度太慢，这个任务看来只有孽骷髅才能完成。就在这时，他的攻击速度突然加快，大部分攻击全部打在我这里。与此同时，他也出现了视野盲点，我一个瞬身来到孽骷髅后面，帮他抵挡住了攻击。当烟雾渐渐退去，而我也被其巨手击伤。你这该死的家伙！此刻面具男露出了满意的表情，看来教会的人也不过如此，那么你可以下地狱去吧。紧接着数只大手向我袭来，但我却没有丝毫慌张，看来他中计了。与此同时，孽骷髅已经来到他身后，当他察觉已经为时已晚，下一秒只见面具露出一丝剑光，瞬间变成2瓣律师函，看来是我赢了。幕后黑手被孽骷髅切成2半，而我也非常好奇他的身份，但想到巴特勒管家是个黑法师，那这也意味着这件事情跟男爵有关。紧接着我捡起地上的懒惰残叶，与此同时属性提示，天启法典第7章懒惰魔法恢复率320%。看着手中的残叶，这个我该怎么处理？如果带在身上被其他人发现可就糟了。这时候我才想起孽骷髅，没错，只能先让他带回召唤仓库，等事情结束了再拿出来研究。另一边，此刻薇薇安还被困在懒惰诅咒里，这让我很好奇，既然施法者死了，诅咒应该失效才对，
但他没办法出来跟我也没多大关系。可到时候我必须解释我是如何一个人活下来，让学院调查我那就麻烦了。那么让我尝试一下如何破解它。当我触碰到魔法的一瞬间，就被直接吞噬到诅咒之中，该死的！与此同时，我来到了薇薇安的记忆中，这可把他吓一跳。没想到小时候的薇薇安居然这么胆小。此刻我坐在椅子上说话，但由于这里是梦境，所以他看不见我，这让他非常紧张。难道是魔鬼吗？为了不让其害怕，我随即表示我是上天派来的仙女，闻此他才慢慢冷静下来，而我却是突然愣住。难道我要陪他演戏吗？既然也被困在幻境里，只能帮他将幻境打碎，那么就让我看看他的过去吧。而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被眼前这个女人扇了一耳光。从侍女口中得知，那个女人是贝尔坎伯爵的第二任妻子。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游戏中贝尔坎家族以剑术闻名，所以伯爵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这个家族。然而因为薇薇安的母亲没有生下男孩，悲剧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就连母亲也对他感到十分厌恶，并表示不应该生下他这个没用的东西，因为连他自己的母亲都抛弃了他，没有一个人能保护薇薇安。由于他所遭受的孤独和摧残，他埋下了一颗精神错乱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是屈服于这种疯狂，以至于他杀了5年级全体教师，在学院被称为疯子。没想到他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这么多。我表示，虽然我无法帮你改变过去，但我可以帮你克服恐惧。闻此，薇薇安痛哭流涕，因为终于有人愿意帮他了。看着不断哭泣的薇薇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和孩子相处。那么让我试着鼓励他。紧接着我表示，你是一个有剑术天赋的孩子，只是这里的人还没意识到，但他从来没有碰过剑，因为他一直都被人打骂。那么就让我来教你剑术，作为条件你不能将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随后我教了他很多面对困难的方法，以及训练的注意事项。此刻他连睡觉都不愿意离开手中的剑。画面一转来到训练场，此刻他在不断呼喊我的名字，他已经变得坚强起来，不再像以前那么胆小懦弱。紧接着我便站出来，你这小家伙，那么接下来开始训练吧。光阴似箭，一转眼过去1个月，凭借我优异的战斗天赋，我尽可能多的给他建议。他是个真正的剑术天才，这些动作不应该是一个刚学了1个月剑术就可以做到的招式。当训练结束时，然而他却显得有点不开心。于是我上前询问情况，难道是今天的练习不够完美吗？但他表示是仙女先生不肯出来露面。闻此我顿时愣住，紧接着我想找个理由搪塞过去，没想到他还是个小机灵鬼。难道是我还做得不够好吗？不管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与此同时，贝尔坎伯爵也随之出现，因为他看见了这段时间薇薇安的成长，请求他再次展示刚才的剑术。而薇薇安有点猝不及防，我真的可以吗？紧接着他挥起手中的剑，片刻之后，当练习结束，薇薇安也是非常紧张，难道父亲又要骂他了吗？不料伯爵竟然夸赞他的剑术非常不错，是一名合格的剑术天才，这还是父亲第一次认可他。而薇薇安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连做梦都在想着的事情，我终于做到了吗？就在这时，我感觉诅咒正在消失，空间突然出现一道裂缝，转眼间他也变成长大的模样。那么我该醒来的时候到了，终于要结束了吗？与此同时，他也感谢我为他指引了道路，他将会按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随后我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让我们记住这个约定，请你保存这份美好的记忆。随后幻境便直接破碎，是时候对过去说再见了，薇薇安，愿你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与此同时，艾薇队长在破除幻境后与我们会合，随后从中得知伯洛里克男爵是瑞姆村事件的幕后黑手。紧接着队长叫我把他的律师函砍下来，马上回伯洛里克的城堡。此刻艾薇队长露出了可怕的杀意，看来这个伯爵激怒了他，但这件事也让我们失去了2个队友。克里斯托夫没来得及救治，没有了气息，哈扎尔失踪了，但这并不奇怪。画面一转，我们回到城堡却被守卫拦下，艾薇队长随即放倒一个，并亮出他的身份，罗德伦学院骑士学院的教授。如果你们再阻拦，那么城堡的每个人都将以叛国罪被立即处决。紧接着艾薇拿出管家的律师函，见此守卫皆是一惊，那么你们的下场就是他不会要把城堡的人都杀了吧？随后便叫守卫带路，前往伯洛里克伯爵的住处。片刻之后，艾薇队长又是一脚把房门踢开，而接下来出现的画面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当男爵看到我们到来，便知道管家失败了。紧接着他说道，这是我儿子伊德尔，他本应该在几个月前就病死，所以他四处寻医，最后有一群身穿长袍的人找到了他，他不惜一切代价救儿子的命，没想到最后会让儿子处于这种悲惨的状态，随后便跪在面前忏悔。闻此我也明白了，所以他才涉猎黑魔法。但艾薇队长可没时间听他的故事，紧接着他怒气冲冲上前，一把抓住伯爵，将他一脚踹飞数米。那么死去的人你又该如何交代？随即便命令守卫联系帝国调查会，还有把这个不人不鬼的东西拉出去。紧接着我偷偷凝聚魔法，在所有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出手，将眼前这个怪物击杀。众人也是一惊，而伯爵只能痛哭流涕。紧接着艾薇队长便询问我为什么不听他的命令，我表示黑魔法生出来的生物应该立即处理，在他突然行动之前，因为等他行动我们在场的人都可能会死，并且这一切都可能在伯爵的掌控之下。随后男爵被逮捕并立即被调查队带走。当我们回到学院时，薇薇安和我也被叫去作证，很明显他和黑法师有所勾结，但我们说了任务发生的一切，在做完证词之后我们便可以出来。
博洛里克男爵卷入黑魔法的后果肯定会很严重，但是他应该感谢我。如果我没有杀了他的儿子，他会被一群疯狂的黑魔法师做实验，最后变成一个没有意识的怪物。死亡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解脱。与此同时，薇薇安说道：“仙女先生一定是知道了一切关于伯爵的儿子，你不想让他活着受苦，对吧？”闻此我也是一惊，只能装作不知道。而他说我说的话跟仙女先生的一模一样，但其实男人不说，薇薇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与此同时，露西亚也赶了过来，看着他慌张的样子，难道是魔药申请出什么问题了吗？紧接着他拿出学院公式，艾薇领导的小队打败一名黑魔法师，因此成绩获得满分，并且还获得帝国的特别奖励。所以你们现在出名了，但我只想要平静的生活，太出名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听到奖励，他这只小馋猫直接跳起，表示要请他吃饭才行。紧接着我表示奖励可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时候他才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人，随后便向其介绍：薇薇安、贝尔卡，其是学院的3年级学生。而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奖励，那就是魔药审核通过。明天我们必须到法师之塔注册，可不要迟到。画面一转，来到第2天，此刻男人踉踉跄跄背着一个人艰难不行。昨天说好的不迟到，听信了女人的鬼话。此刻露西亚还在熟睡中，这是她的体质问题，每天都会陷入沉睡。如果没有药物治疗，那么最后她只能在睡梦中沉睡，直到死去。片刻之后，我们来到门口，此刻门卫已经在此等候。随后我们便来到法师之塔内部。与此同时，他问到昨天薇薇安与我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重要吗？而我也不知道是啥关系，队友算吗？就在这时，一道洪亮的声音袭来，我看你们俩一点也不紧张，真是厚脸皮。闻此，两人皆是一惊，紧接着一只雄鹰向我们飞来，并且还有一个人。这股神圣的气息是罗德伦魔法学院的校长，法师之塔的主人巴特·阿尔文出现在我们身后，这可把众人吓一跳。他是现任阿尔文家族的家主和魔法塔的主人。此刻他打量着两人，他的儿子真的有一张不变的傻脸，而男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塔主亲自出现，不会是把事情搞砸了吧？还有刚才的嘲讽，尽管是一种常见的侮辱，但我还是有点生气。他也认识露西亚的父亲，看来霍灵顿生了个不错的女儿。紧接着他表示，从现在起我将负责这件事。随后一股法力从他身上散发，竟然是传送魔法，而我也是一惊，能使用如此复杂的魔法，要构建空间魔法的结构极其困难，在整个游戏中会的角色也是寥寥无几，不愧是被称为怪物的存在。仅仅只是一瞬间，我们便出现在审核大厅，考核官看到塔主都顿时一惊。与此同时，巴特询问情况，得知他们刚刚完成功效检查，剩下的就是问一些关于生产方法的问题。紧接着他直接走上前，拿起一瓶魔药，随后便尝试了一口。没想到塔主会亲自尝试这个魔药，说明了他非常看好这一份药剂，因为可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与此同时，他几乎得到了全部药材：诺埃海姆树叶、托特树精华、贾哈兹果实和先锋蘑菇。那么还剩下什么？露西亚说道：红景天提取物和马塔拉塔根树皮。闻此，他一个瞬身来到露西亚面前，并表示这是一个有趣的药方，但他听到了一些谣言，你这个年纪能做出这样的魔药吗？片刻之后，他说到考核结束，因为魔药的效果确实令人震惊，所以魔药批准生产。但克伦威尔的儿子为什么在这里？闻此我顿感不妙，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并不相信药方上面有我的努力，并且还是一份纸上写的。对此他表示很疑惑。露西亚解释道，没有他这个魔药不可能成功问世，并且大部分工作都是他做的，我只是简单的帮一下忙。尽管如此，巴特还是不太相信。那么就让我看看你们的能力吧。只见他打响手指，此刻露西亚还未察觉，下一秒我们便出现在了药剂实验舱。最好的证据就是让他亲眼看见。紧接着我走上前，看着眼前各种复杂的仪器，如果我用了以前没用过的东西，就会容易出问题，所以还是选择经常使用的吧。片刻之后，当巴特喝下魔药，看来是没有问题，他表示承认了我能成功制作魔药，但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为什么要加入红景天提取物？果然还是狡猾的老狐狸，到这个地步了还不相信。于是我解释道，使用它可以消除副作用并提高其效率，因为当其他药物混合时会产生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失败的原因。随后他打断了我的解释，就在这时他摘下了蒙在眼睛上的布条，因为他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虽然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认识的那个小子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并问到我是谁。此刻他的眼睛是如此的锐利，仿佛能洞穿一切，直击灵魂深处。众人也是感到疑惑，然而他做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在游戏中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角色，就算你有鹰的眼睛也不可能看出我的真实身份。我带有一丝蔑视的语气回道，你在开玩笑吗，阿尔文先生？我肯定是安德里亚斯·克伦威尔，还是那个被你经常嘲笑当小虫子一样对待的安德里亚斯。闻此他才确认，看来那个小伙子已经成长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了，不是吗？与此同时，他说到与我来一场赌约，如果我在今年内发现另一种药方，并且把它制作完成，他将会还清克伦威尔家族的所有债务，再附加一个力所能及的愿望，但失败就要我滚出罗德伦学院。看来他还是想出手帮助克伦威尔家族，这一切都是父亲与他的交情，虽然条件艰苦了些，但这也就是他对安德里亚斯最好的帮助。那么我接受你的赌约，作为克伦威尔家族的继承人，我不可能拒绝这样的提议，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到安德里亚斯的成长，从我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他们年轻时候曾经一起拼搏，那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对此他非常期待我能创造奇迹。另一边，此刻吸血鬼已经从昏死中清醒，看来是进化结束了。紧接着他缓缓起身，他感觉到了体内的力量，对此他也是非常疑惑。随后他只是小手一挥，眼前的牢笼直接破碎，并且威力非常强大，这是他从没拥有过的力量。他尝试过无数次都没有挣脱束缚，是那个男人让他起誓。此刻他觉得男人非常有趣，他究竟有何种能力？那么就让我看看能不能把你杀掉。安德里亚斯。就在刚刚，魔药的事情将告一段落，那么此刻不用再担心钱的问题，而接下来我必须专注于训练。现在的问题是懒惰残业，无论我怎么想，都找不到从中获益的方法。我也许应该用它换一些我现在需要的东西，看来必须利用卡戎才行。也许他有关于解开残业的方法。现在考试结束，是时候去跟卡戎报告情况了。当男人在前往卡戎住所的路上，他隐约察觉到不对劲，总感觉被什么东西尾随，但他观察四周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难道是产生幻觉了吗？殊不知树上有人正在注视着他，并且露出了恐怖的獠牙。画面一转，我便出现在房间内。卡戎也知道了我最近的事情，因为都是学院最热门的话题。看着手中的魔药，他不敢相信这是我研究的，所以你一直瞒着我秘密研究，现在却表现得像个优秀的学生。我随即表示，这都是露西亚的功劳，我只是利用他占了他的便宜。紧接着他走到书架前，打开机关，一个通道赫然出现。此刻他看起来非常不开心，他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可能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怀恨在心。看来我今天不能提这个话题了。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和他说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说不定要被他打一顿。那么就让我看看吸血鬼的状况。随后我们来到地下室，眼前的情况让卡戎顿时一惊。看着这支离破碎的实验室，卡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但在我看来应该是吸血鬼进化成功了。卡戎也发现了是吸血鬼挣脱了牢笼，紧接着他上前查看情况。很遗憾我们不能再见到他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此刻卡戎抓着锁链感到非常生气，该死的，而他只能咬牙切齿。与此同时他质问我，你对安吉拉的束缚做了什么吗？但我表示我非常珍惜自己的小命，不可能会接近这个怪物。然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尽管我现在看不到吸血鬼的情况。看着卡戎气急败坏的样子，还真是活该。此刻卡戎非常生气，但也只能是无能狂怒。他的声音响彻了地下室，是多么撕心裂肺。画面一转，我出现在街道上，没想到这么晚了，看来只能改天再研究懒惰残业。与此同时，一缕头发从男人头顶缓缓落下，紧接着男人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闻此我也是一惊，该死的，是吸血鬼。看来他在这里等了很久。他用尖锐的手轻轻托起我的下巴，此刻我连口水都不敢咽一下。他表示从醒来就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想从我这里知道一些情况，关于他现在拥有的力量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那么你想做什么？我没有遵守放你出来的诺言吗？你应该知道违背家族誓言的代价。当然，身为吸血鬼那是比任何人都清楚，不过还是忍不住需要问你一些事情。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挣脱束缚。紧接着我表示，所以我用了另一种方法。此刻吸血鬼也非常好奇，那么你告诉我你用的是什么方法？与此同时，吸血鬼从我身上闻到了一股特别的味道，这让他非常震惊，气息就像大醉的一样。随后他露出兴奋的表情，看来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等等，他这个是什么表情？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但此刻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下一秒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狠狠地把我摁在树上。该死的，难道他要杀了我？他看起来很兴奋，紧接着表示，虽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这个地方不适合探讨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又要见面了。现在我要好好利用你给的这个能力，那么让我也来帮帮你。被他掐住，此刻我快要无法呼吸，这个力量随时都可以捏死我。他到底要做什么？随后吸血鬼露出尖利的獠牙，并表示，你可能是我命中注定的伴侣。难道他要把我变成吸血鬼吗？画面一转，眼前的豪华大楼正是女生公寓，此刻正有两人在讨论问题，此人正是巴特之女迪艾娜、阿尔文。他们也关注到最近的新闻，关于魔法1年级的露西亚研究出魔法药水的事情。没想到1年级的学员就有如此成就，让他们羡慕不已。但是也听说他很能睡觉，看起来他是真的。而想到自己大一的时候什么也没做过，真是让人后悔。紧接着他们还发现了另一个人，没想到连这个家伙都能上新闻了。见此迪安娜也是一惊，没想到像他这么没天赋的人也能帮着制造出这种药水。当他第一次听说时也觉得这是个谎言。在他的家庭破碎之后，他性格从那时候就改变了，整天沉浸在颓废与不学无术之中。害虫之王便是众人给他的称号。难道他真的从垃圾变成天才了吗？但显然迪安娜不相信，看来得亲自确认一下才行。画面一转，来到教室内，此刻我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露西亚对此表示很疑惑，而我只能解释到是感冒的原因。那么我觉得你应该在宿舍休息，但此刻正是赚学分的时候，我需要上足够多的课才能毕业。没想到在异世界也逃脱不了学分的命运，希望下次来一个不用修学分的世界。就在昨晚被吸血鬼咬了之后，他就消失不见了。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脖子上的伤疤。他说什么命中注定的伴侣和一些气味，此刻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现在我快要热得不行了，可恶，得想想办法
紧接着老师准备讲课，在确定人数之后，却发现我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想到我的药剂通过法师之塔的考核，让他非常懊恼没有指导。随后表示，如果你生病了，那么我可以批准你回宿舍休息。闻此我直接起身，因为我快要受不了了。正当我要离开之时，他却叫住了我，并表示我可以向他这个药用植物学教授请教。难道是我的名字太难写了吗？闻此我也清楚他想表达什么，这家伙什么都没贡献，还想分一杯羹，真的是有违师表。看来得教一下他怎么做人才行。我随即表示，真的很感谢您给我的建议，特别是关于红景天提取物和马塔拉塔根树皮的研究。正如你所说的，我加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就不是药水，而是鸡汤。但是如你所见，这鸡汤实在是太好喝了。闻此众人皆是一惊，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紧接着他叫我站着，但我没有理会，直接离开。就在这时，他拿出学分压我，难道你不想毕业了吗？当我还是个小人物的时候，他们一直嘲笑我，而现在你们却想和我友好相处，给我提鞋都不配。如果我需要学分的话，那么我可以去上别的课。与此同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众人，是露西亚。作为魔药的共同创造者，我能代表他解释一下吗？他直接回对道，我们在这堂课上学习了制作药剂的基本知识，在我把这些基础知识付诸实践，所以当我们自己得到的结论，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做的研究意义重大，这难道不是我们作为魔法师该有的权益吗？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的研究，难道就可以白嫖学生的劳动成果吗？还是你想从中获得荣誉？沃邦教授被对得哑口无言，真是一个犀利的家伙。随后老师示意我可以离开了，没想到他会出面帮我。紧接着他向我打了个招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如何，但是还是要谢谢你，露西亚。与此同时，学院发生的事情也传到了皇室内部，此人正是帝国军官辛克莱·克洛什公爵，是一名灵气大师，而学院所有成员的名单都在其手中。有天赋的人将会被帝国招揽，但要在其他家族招揽之前，他们也注意到了埃弗拉斯特公司最新创造的新型魔药，并将其命名为永恒药水，而且很快就可以将其商业化，目前正在垄断其销售。与此同时，助理还带了一些样品回来。辛克莱看着手中的药剂，没想到这居然是1年级的学生创造。如果他在1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肯定会有很多人在他毕业后试图招揽。紧接着他喝下药水，仅只是一瞬间便感觉体力恢复了 80%， 这让他感到非常吃惊。它比目前市场上可用的药物效率高几倍，而且没有副作用。如果他们成功的将其商业化，将会给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看来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学生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助理表示药剂属于共创，这让公爵非常好奇。当他看到男人的名字，顿时一惊，凯恩·克伦威尔的儿子，他也有制作药剂的天赋吗？而助理表示他看起来不像是可以制作药水的人。还有传言说他占了露西亚的便宜，但为什么会在上面加上他的名字，并且两个家庭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看来需要调查一下他们的关系了。如果他也有这方面的天赋，那么可以试着将其招揽。另一边，来到帝国皇宫内部，此人正是帝国的掌控者，因为他也知道了关于男人的事情，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兴奋。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而克伦威尔家族的背后都是他的杰作。那么就让我看看你与你的父亲有什么不一样。安德里亚斯·克伦威尔，而男人会不会成为贵族的玩具？画面一转，此刻男人还在不断练习，现在他已经连续挥剑9999次。因为不会近战的法师不是好法师，当最后一次挥响，今天挥剑10000次的任务完成。随后我直接瘫坐在地上，虽然只是简单的挥剑，但它的消耗却是令人震惊。如果没有恢复药水，我肯定无法做到这一点。再生药水提高我的肌肉恢复速度，而恢复药水照顾我的疲劳。通过添加物理强化药水，我基本上创建了一个可以无限训练的系统。选择进化特质是一场赌博，但很明显它是个正确的选择。魔药在经过一段使用时间之后，我决定改进它，因为我担心魔力的药效不够。尽管它现在已经是中阶药剂，经过我的不断实验，很明显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它的效果已经达到最大值。在我没有达到高级炼药师之前，将很难有所提高。我可以试着尝试制造更多药剂，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我现在可以创造不同种药剂，并且成功率和创造速度也大大提高。只要现在保持这样的成长速度，尽我最大的努力，就能在卡戎被杀之前变得强大起来。而现在要做的是找足够多的律师函，这样就不用再担心战斗力的问题。没想到的是，卡戎最近都不在家，这导致我不能把懒惰残叶给他研究，并且出门也没有打招呼。难道是黑魔法师在密谋什么吗？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因为明天早上有要用植物学的课。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当我来到教室，却是空无一人。与此同时，我发现了粘贴在板上的公告，今天的课程改成户外进行，并且需要使用平板上课。该死的，沃邦真是一个不要脸的家伙，他知道我没有平板电脑，他是想用它来接近我吗？他到底想做什么？紧接着我便急忙前往所在的位置。当男人赶到时，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忙碌着，这看起来像是一场考试。当沃邦看到我就上来打招呼，并表示我迟到了，看得出来他想套近乎。这个人脸皮真厚。随后露西亚一把将我拉住，说到有问题需要我解释。于是他拿出今天的讲课内容，我帮他发现了一种唤醒药水，然后让我们测试分析它。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他都研制出药水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分析成分？难道是在炫耀吗？与此同时，他走到我面前表示，
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搞清楚这种药水的成分和比例应该很容易吧？这该死的家伙分明就是在找茬。如果你不是天才，那么今天你的真面目就要露馅了，证明给我们看看你不是垃圾学生。经过我不断的分析，一转眼4个小时过去，当他看着眼前的成绩，顿时一惊。露西亚1小时22分16秒，安德里亚斯2小时4分33秒，并且监考官表示没有任何作弊行为，在场的人都不敢相信。所以安德里亚斯确实有制作魔药的天赋，干得不错，海藻头。紧接着一道声音打断了众人，一个胖子径直冲向沃邦，还不断哭诉着，并表示为什么说我做的药水是你做的。沃邦却顿感不妙，闻此众人皆是一惊，他们都不敢相信老师是这样的人，并表示格罗夫是不是搞错了。随后我示意露西亚，他觉得如果是沃邦教授，那么10有8九是他干的。紧接着我便上前，因为我也觉他肯定会做出这种事。我随即表示，我有一个关于魔药成分的问题，但他表示现在不是时候，可他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如果这份魔药是你自己做的，你应该能再次证明其成分与比例。沃邦闻此顿感不妙，格罗夫顿时醒悟，那就是让他通过法师之塔的考验。如果你真的制作了药剂，你应该能够解释使用了哪些材料，难道是你不够自信吗？此刻沃邦还在强装镇定，并表示他可是著名的罗德伦学院教授。紧接着我对其询问，为什么要把上游树枝花瓣改成干果花瓣？沃邦此刻非常紧张，因为他昨天忘记查看那一部分。那么请老师回答这个问题。看他迟迟回答不上，小胖子便说出答案，因为通过使用花瓣我们可以降低成本，如果是你发明你会知道的。那么我还有一些关于比例的问题。他的回答也是支支吾吾。接下来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用贵的甲虫粉而不是便宜的潘木瓜粉？看着呆愣的沃邦，众人在底下纷纷议论，难道他真的回答不出来吗？他竟然声称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是自己。此刻沃邦只感觉脑瓜子嗡嗡，一片空白，经过他最后一点脑细胞才想出一些解释。随后他大声表示，因为番木瓜粉有致幻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用甲虫粉代替它的原因。尽管虫粉更贵，但小胖子却表示，这不是他不用木瓜粉的原因，原因是在制作药剂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加热，潘木瓜粉会质变，吃了它会使人产生胃痛。但沃邦却一口咬定，这绝对是因为致幻剂的作用。与此同时，格罗夫想起前一段时间的事，他在做研究的时候，沃邦告诉他药粉有副作用，但却没告诉他这是致幻作用。所以你能解释一下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吗？此刻沃邦掉进自己挖的坑里，紧接着同学们纷纷指责他徒有其名，枉为人师，没想到会偷自己学生的成果。闻此，沃邦暴跳如雷，指责两人联合起来欺骗他，并表示要向纪律委员会举报。然而此刻他还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看来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既然你这么生气，我可以让阿尔文伯爵安排个地方让你向他解释。闻此他顿时愣住，随后我拿出阿尔文家族的贵宾卡，只有露西亚知道这只是普通的购物卡，但沃邦肯定会上当的。此刻他惶恐不安，已然被吓到，并且双腿一直在哆嗦，看来他非常惧怕巴特。下一秒他直接瘫软在地上，而这一切都被巴特尽收眼底。这个叫沃邦的家伙，既然他引起了这样的骚动，他就得为此付出代价。这臭小子竟然敢用我的名字，胆量倒是不错，但想到安德里亚斯有做研究便兴奋起来。既然他知道觉醒药水背后的原理和成分，那么他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发现一种新药。巴特很期待安德里亚斯会成长到什么地步，毕竟他可是凯恩的儿子。画面一转来到学院食堂，此刻男人正应了上一次的邀约，请露西亚吃饭，只不过露西亚没想到竟然会是在学院食堂，你这抠门的家伙。紧接着他直接伸手抓向食物，下一秒便被烫得嗷嗷大叫，难道你这个富婆不懂怎么吃自助餐吗？那么看着我的操作，拿起后面的部分，然后沾一下喜欢的酱料，这样就可以吃了。看着眼前的肉，他以前从没有来吃过自助餐，随后他便接过肉块，看着两人的举动，此刻薇薇安的醋意都蔓延出屏幕了。就在这时他表示也想要，而男人也是被突然愣住，看着薇薇安的动作示意，男人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还是那个被称为疯子的薇薇安吗？看来是我改变了他的人物走向，不过这样也好。片刻之后，当几人出来，露西亚正声讨着我应该买一台平板，如果还像今天一样，你还是会错过课堂的。可我的钱全部用在训练上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而薇薇安却在不断回想着今天的肉，仙女先生居然给他加肉了。随后薇薇安表示，如果仙女先生资金不够，他可以帮忙支付，作为上次的报酬。与此同时，我连忙推辞，并说道我不是什么仙女先生。而女生的第六感看出男人此刻在说谎。当走到一个路口时，我便示意此刻还有时就先离开，那么明天再见。随后我便往这条看似光明的巷子里走去。关于懒惰残业，我必须尽快解决，因为我现在的能力还是太弱了。如果遇到吸血鬼那样强大的生物，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与此同时，一个人正与我迎面走来，当我看清他的面貌，竟然是卡戎，他终于回来了。紧接着我便向他行礼，随后他表示明天中午到他的实验室。看来他旅游回来心情变得不错，但对我来说他回来的正是时候，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画面一转，第二天早上我来到阿尔文兵器厂，现在我需要一把合适的长剑，为下一步计划做准备。关于懒惰残业，卡戎是那种认为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人，所以我毫不怀疑他会试图用暴力从我手中夺走懒惰残业。与此同时，一道声音打断了我，当我回头看去，居然是迪埃娜，她也抱着一柄长剑，并问道我在这里做什么。
紧接着我表示我来挑选一把合适的兵器，这让他很奇怪，一个法师也需要用到剑吗？至少有一把剑用来自保是件好事。看着他手中的盒子，他解释道这是哥哥的礼物。那他说的一定是卡洛斯·阿尔文，他是阿尔文家族的大儿子，他离开家外出历练，成为了一名战士。我们以前相处得很好，但卡洛斯在游戏开始时已经死了，只是游戏掩盖了这一部分剧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死在学院的年终活动上。哈扎尔从伯洛里克男爵的领地逃出后，就加入了一个异教——西法罗教，一个专门制造恐怖袭击的异教。就在那时，他带领教众对学院发起了袭击。随后我便询问到是卡洛斯参加年终活动吗？他点了点头。要是我们还能再见面就好了，真怀念那时候的时光。看着现在的我，他确信了我已经发生巨大蜕变，并且大家都有在讨论，这让他更加确定。他也想知道我是因为什么而改变，但他此刻非常慌张，不知道怎么开口问我。随后便自顾自地说起了话，这让男人感到非常疑惑。当男人打断了他，便连忙表示没事，这让他感到非常尴尬。紧接着男人便与他告别。当两人离开之际，他还在思考要不要问。就在这时，他停下了脚步，却发现已经没有了男人的身影，这让他顿时无语。画面一转，此刻我正前往卡戎那里。在考虑了卡洛斯之后，离恐怖事件发生还有一段时间，那么我是否能将其挽救？片刻之后，我便来到学院教学部。此刻卡戎正讲述着他寻遍了整个大陆，都没有发现和安吉拉一样的样本，目前为止一无所获，并表示接下来需要找一段时间，因为在这周末的聚会上需要用到这样的东西。闻此我也是一惊，这个聚会正是游戏开始的地方，是时候拿出懒惰残叶了。如果他被贪婪蒙蔽了双眼，让我直接给他，那么我就赢了。我随即表示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跟老师商讨，但卡戎好像并不感兴趣。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他丝毫不会放在心上。当我缓缓道出我捡到天启法典，这让卡戎顿时愣住。看他的表情，此刻内心一定很复杂，并且也很兴奋。但我知道他不会有所表现。很明显，他把这个当作是玩笑话，并且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认识那样珍贵的东西？紧接着他说道：“不要说这种蠢话，那不是你这种人能得到的。”随后我表现得很慌张的样子，召唤出仓库，表示这不是我能应付的东西。此刻卡戎非常紧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当我从仓库拿出懒惰残叶，让他无比震惊。此时他瞪大双眼确认，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启法典残叶。随后我将其双手奉上，而卡戎却不为所动。他咽了一下口水，可他却挥手示意让我自己保管，并说道这是一件非常抢手的东西，带在身上会很麻烦，但是我们可以拿到教堂，这样我们就可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老贼，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永远都把自己利益放在首位的人，怎么可能不对其动心？与此同时，他表示我们这周末要去参加聚会，让我腾出时间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画面一转，来到2天后，此刻我已经出现在城市东部边缘人类活动的禁区。卡戎已经通知了教会关于懒惰残叶的事情。我虽然没有让卡戎产生质疑，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去众教那里，那里有很多危险人物，言语是无法打动他们，所以我必须尽可能安全的谈判。看着卡戎的表情，他估计在盘算着什么。正如我所料，他正想着如何利用懒惰残叶换取帮助其成长的物品，并且不惜任何代价。他完全确定懒惰残叶已经是他的，之所以让我拿着，是因为到了紧要关头他会拿我当挡箭牌，真是一手好算计。就在这时，马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随后便停了下来。通过骷髅兵得知是一个人将马控制住，与此同时他脱下斗篷走来，看他手臂的纹身，应该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紧接着他表示也是去教堂，希望可以带他一程。当看清他的样貌，让我顿时一惊，竟然是他。片刻之后，他便舒服地躺在座椅上，有车的感觉不错。此人正是萨勒姆·埃迪迪亚，大陆10大强者之一。为了探索，他甚至不惜与禁忌打交道，因此他被称为追求真理的魔鬼。如果关于懒惰残叶的信息泄露，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与此同时，卡戎正露出一副非常倒霉的表情，但萨勒姆说的话让他顿时一惊。从上车到现在，你做出这样的表情，你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呢？闻此，卡戎连忙解释。看着他慌张的样子，萨勒姆忍不住大笑起来，并表示不用紧张，那个所谓的教会他已经去过10多次了。我知道他很疯狂，但没想到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紧接着他便注意到我，并询问我叫什么。在得到卡戎的允许后，我表示安德里亚斯·克伦威尔。闻此，他直接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便说道：所以你又抓了一个克伦威尔？此刻我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他说话的方式暗示着克伦威尔家族有某种秘密。看我平静的样子，他知道我应该是什么都不清楚。随后他上前拍着我的肩膀，表示给我一个特别的建议，让我尽可能的奋斗。而此刻卡戎却是阴着脸，他的表情告诉我，现在我不应该问任何问题，所以卡戎对我到底隐瞒了什么？与此同时，远处出现了一个不明物体，紧接着骷髅兵便发现情况。当卡戎用意识看去，一坨液体缓缓升起，此刻正发出桀桀桀的笑声，随后便汇集成为人形，是德拉甘。他想打什么主意？